他不是想要拍摄一部精美的中国旅行视频。历时3年，耗时9个月，途经中国72个城市，人为旅拍界的代表导演莱昂纳多和他的团队拍摄并制作了这一部《中国瞭望塔》。作为旅拍创作者，我看了这个片子几十遍，对这部影片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想浅浅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这种级别的旅拍不像剧情片，我们看个1-2遍很难透彻的理解影片，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看之前，先尽可能的去了解导演的创作背景思路。通过 FCP.cn 网站对莱昂纳多导演的采访，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首先是导演的创作方向，他不是想要拍摄一部精美的中国旅行视频或者纪录片，他更想要展现的是一个融合了古老传统文化的现代国家。主要关注点是中国的人民，他想要展示他们的眼睛、微笑以及做每一件事的热情。这些信息非常关键，因为在不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但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当我再度观看这部影片时，才渐渐发现了它的与众不同。一切都要从这个影片的2首背景音乐说起，它是来自于意大利的著名音乐家艾奇奥·博索的2首作品。你可以理解为这2首歌曲就是整部影片的灵魂。我特别喜欢第1首《Rain in Your Black Eyes》，这也是中国瞭望塔开篇和结尾使用的音乐。前奏钢琴的静谧，就如同导演在影片开篇所展现，黎明时的中国神秘又安静。而音乐中后段逐渐升起的旋律，直到爆发冲顶的高潮，就如同影片中导演展现的中国人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向一个充满希望又丰富多彩的未来。视频主歌部分的名字是 Thunders and Lightnings。不同的乐器在一起循环交织，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中国文化，有激烈热情的中国人民，并且导演希望每一个画面的声音都能让观众身临其境，所以没有使用网络上的音效素材，而是选择全部原声录制。所以你能听到女孩们在手机里温柔的聊天，好久不见了，你好吗？也能听到当导演告诉路人他来自哪里时那声惊诧。意大利禅入天热，神形两袖。这里不能抽烟哦。还有课堂之上，孩童们异口同声的稚嫩之音。下面让我们进入影片，一起来看一看中国瞭望塔到底讲的是什么。随着旅人的脚一声重踏，音乐随之响起。正如之前所说，影片的开头处处透露着中国的神秘。吞云吐雾的老人，朝阳下的群山剪影，在戈壁滩披着头巾的女生，安静的国际大都市，还有厉光下舞剑的老者，都很好的契合了中国的神秘。随着一位老师傅推开房门，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中国开始苏醒。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民，用着自己的方式运转着这庞大的国家。有的习得武术，有的跳着芭蕾，有的弹着古筝，有的演奏着钢琴。尽管中国有着广袤的土地，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化还有人民，但是他们都便带着微笑，眼神中透露着善意。从蜿蜒万里的长城和庄重森严的佛像，到车流不息的马路和高楼林立的城市，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文明。尽管这个国家也会经历乌云，但人们总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向一个充满希望又丰富多彩的未来。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这部影片内容的解读。1000个人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也可以表达自己对这部影片的独到见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影片中前期拍摄和后期剪辑的一些技巧。这个影片使用了很多相机和镜头，主要是 Zcam 和索尼 A7 系列的相机。在拍摄上，绝大部分镜头使用了手持相机的方式进行拍摄，少部分镜头也有用到稳定器、滑轨和无人机。
其实拍过旅拍的朋友都知道，旅行很多时候需要轻装上阵，小型的相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手持是最灵活的拍摄方式。我们能通过手持迅速地捕捉到旅途中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除此之外，相信部分观众也发现了，瞭望塔系列的旅拍在拍摄人文时大量使用了特写和中景镜头。其实这也是因为中景和特写相比广角来说，传递的信息是最少的。要想达到瞭望塔旅拍中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感到流畅顺滑的视觉效果，就必须要让我们每一个镜头的信息量尽可能的少，这样观众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画面。而在后期剪辑上，其实中国瞭望塔和土耳其瞭望塔的核心技术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利用了运动匹配以及镜头之间的内容匹配。运动匹配就是通过我们相机镜头的运动和被摄物体本身的运动方向进行匹配。如果你不太了解，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影片开头旅人落下的脚、翻转的铁块和书本的翻页，以及老人抽烟这一组镜头。前三者是属于被摄物体本身的向下运动，最后老者吐烟的这个镜头则是相机镜头向下移动拍摄的。它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放在一起，整个画面就会显现出一种顺畅感。这个技巧贯穿着影片，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片子如流水一般畅快淋漓。第二个核心技巧是镜头之间的内容匹配，它需要我们找到不同素材中的关联性，然后将它们组接在一起，形成内容上的匹配。内容匹配中较为简单的关联性是外观、形状、颜色这样表面属性之间的联系。比如这一段视频，这里眼睛的形状，后面俯拍的佛像以及陶瓷，它们都有着相同的形状属性，圆形，再加上有相同的运动方向，所以衔接在一起就会很顺畅自然。又比如这一段视频，这里的大门、墙的颜色、出租车、公交车上的握把，它们都有着相同的颜色属性，红色，所以将它们进行衔接，也同样达到了视觉顺畅的效果。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个运动匹配结合颜色匹配的镜头，我很喜欢，分享给大家。这种有关联的镜头，其实我们很容易在影片中找到，而更为复杂的关联性存在于观众的认知中。在影片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镜头，依然是视频开头。当一张纸张从桌面上飞起时，我们的潜意识是不是会想使用一个向下的力将它压下去？于是下一个镜头中，导演选择了脚踩下这样一个镜头。而脚踩下去的这一个镜头呢，在我们的意识中会不会联想到诸如自行车的脚踏或者缝纫机的踏板？踩下其中一头，另一头就会抬起。所以下一个镜头中，作者用了一个铁块翻转的镜头。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中我很喜欢的一个有内部关联的两个镜头。当方向盘快速翻转时，它往往象征着对某种诸如汽车、轮船这样的交通工具的控制，会让它快速的转动。而下一个镜头中，导演用了一个极其炫酷的航拍镜头，而这里拍摄这段航拍的 FPV 无人机正是导演控制的工具，所以这两段镜头衔接起来就非常的自然。这样的镜头在这部影片中还存在着非常多，建议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去寻找，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意识的去捕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蒙太奇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画面效果。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看法转变。如果你看了我的动态，你会发现之前我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确实，我前几遍看完影片，直观的觉得中国瞭望塔不如土耳其瞭望塔，音乐没有前作好听，画面也不够壮丽，而且视频中还有那么多中国不够繁华的一面，简直就是外国人的刻板印象。但经过不断的拉片，不断的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去理解影片，我才发现影片中的这两首歌是多么的恰到好处。虽然画面中没有我心目中祖国的那些壮丽雄伟的山峰，但影片中展现了那么多善良可爱的中国人，难道不比美景更让人印象深刻吗？相比拍摄了23天的土耳其瞭望塔，导演花费了数年的时间，用自己的镜头来感受和理解中国，并且不断在技术上进行精进，创造出了这份给予中国的礼物。这份诚意也深深地打动着我。无论大家如何评价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依然是今年最棒的旅拍。
我的拉片也接近了尾声，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错，对你有所帮助，请一定要3连支持一下，这会激励我创作更多的同类影片。尽管我个人的见解可能还不够全面，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最后，借用导演的一句话结束这个视频。